好久不见，他又回来了。这说的当然不是我们，而是乐高机械组42128重型拖车。至于我们这段时间究竟做了什么，那真是说来话长。总之，感谢所有能够看到此节目的朋友。距离上一款乐高机械组气动产品42080已经过去了3年。还记得在那期名为《难说再见的气动》关于42053与42080的对比中，我们都不相信这就是气动最后的作品。虽然机械组的电动动力套件一直在进行着更迭，但气动作为从1984年就诞生的一种动力驱动系统，它并没有必要就一定要被 Ctrl+ 这种死贵且又对默克不太友好的新技术所替代。而打脸总是来得特别的快，它来了。很庆幸42128给了我们一套全手动的气动系统。它除了让从2015年诞生的所谓的 V2 版的气动系统再添新成员，也让42043的单格超长11格气缸、42053的蓝色手动气泵以及42080的全新气阀都不再孤独。买一套42128可以让我们能够复刻这么多款气动产品，是不是觉得很香呢？而大量用到的全新11格交替孔梁则已经被乐高今年下半年多款产品所使用。这也许就是国产积木零件模型影响乐高零件的典型案例。我会给42128打出一个高分，甚至要超过同为美式卡车的42078。如果42128是一套类似42080的电动泵器的产品，也许我并不会对它有这么高的评价。难能可贵的正是它全手动的操作方式，结合手动气泵，可以再次让我们体会到畅快淋漓的玩机械组的感觉。其实乐高机械组从不缺少全手动的气动产品，论气动复杂度有足以称王的8455，论授权还原度有小巧好玩的42053，论评分平衡度有再三复刻的8459，论旗舰保值度有尺寸硕大的8285。上述这些手动气泵的气动产品，我们之前均有制作，感兴趣的新老朋友可以翻出来观看或者重温。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42128的最大的亮点，我认为就是性价比。还记得我们节目中说的已经让人烦的那3个字母吗？1、2、3 PPP， 忘了的朋友也没关系，我们在这里再次复习一遍 Price per part， 单零件价格。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自己买到的一款乐高产品的单零件价格不超过 0.5 元。如果是小零件或者是常规零件居多的产品，这个 PPP 的值可能会更低，甚至会低于 0.3 元，逼近国产品牌的积木，例如 Classic 系列或者是31203世界地图。当然，如果带有一些动力套件或者大量的复杂稀有零件的产品，我们当然也会接受 PPP 的适当上浮，例如目前仍然保持着乐高机械组零件数与价格之最的42100利波海尔。再比如某些热门产品，无论是其上市定价还是其二手市场的价格，都已经不遵循正常的乐高产品价格体系了。像是我们一直舍不得去剁手买的 Ideas 21323钢琴，或者是21327打字机。回到42128这种2000个零件左右的机械组非电动产品，我们对它的价格预期也许会在800元左右。由于其携带了一组手动的气动套件，这包含了一个手动气泵、一个11格标准气缸，以及2个更加稀有的窄款11格气缸，我并不预期它的 PPP 会达到非常低的水平。所以面对700多元的价格，在我们还没有计划好应该以何种方式重新回归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期突如其来且略显不那么淡定的节目。作为一款 PPP 不到 0.4 元的气动产品，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我们还要求更多的功能啊 ！PPF 单功能零件数这个词是我们在机械创始创新8455那集中提出的。当时我们感叹于8455让人眼花缭乱的气动功能。42128虽然没有做到8455那么令人啧舌的超低的 PPF， 但在机械组中也是相当恐怖的存在了。它2017个零件究竟具备了多少可动的功能？我们需要分类来数。气动功能总共有3个，对应3个气缸，气泵藏于驾驶室后，气阀则位于车身两侧。大臂依靠一个普通气缸控制升降，罕见的气动伸缩臂通过与42043一样的窄气缸与齿条箱所搭配。拖车架的气缸藏在尾部吊臂内，其气动的质感类似8285的阻尼弹簧。手动功能中的4个集中在两侧的核心控制区，与8285的位置很类似。悬浮轮可能是头一次出现在乐高官方机械组产品中，
这不包含我们分析过的42078的 Mock 作品。前后4条支腿由一个旋钮统一控制，前部的支腿像极了8421。由于中央气动管的布局，转台通过限位控制不能做到360度旋转。尾部的拖车架整体支持升降，加上支腿总共使用了6个微型线性执行器。前机舱盖的开启方式是标准的美式卡车的姿态，这个舱盖的拼搭细节丰富且结实。转向的设计中规中矩，并没有联动方向盘。直流发动机是简易气缸设计，细节完美，联动的是最后2轴的差速器。值得一说的是，转向与驱动轴所在底盘处共用了1根轴的位置，但实际上两者是独立的。尽管这不是一款旗舰产品，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定的像是42009的分层结构设计。上部的吊钩使用了非常罕见的双吊钩设计，急流装置那是必须有的。完整的起重机结构也让它 Mock 的模型类别可以做到非常丰富。带有巨大反光镜的两侧的车门是可以打开的，除了内饰细节，连门把手都是实实在在的拼搭而成。功能的设计眼花缭乱，很难想象在这样2000个零件的一个非旗舰，甚至是非次旗舰的卡车上，可以向我们呈现出10几个功能。对机械组有一定了解的朋友，此时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42128并不具备核心齿轮箱结构，所有的功能，无论是气动的还是非气动的，都是离散式的分布在车身各处，每一个功能都有一个唯一的传动路径与操作终端。这也许会让一些机械组的粉丝有所失望。当1994年机械组旗舰8880为我们带来一个编号6539的名为传动环的零件的时候，机械组的模型告别了使用17年的离散式功能布局方案，一种全新的可以切换传动路径的齿轮箱结构，从1996年的旗舰8480开始，一直沿用至今。甚至在去年，我们还见到了通过 Ctrl 加遥控切换齿轮箱档位的42114，以至于我们认为带有传动环的齿轮箱已经是机械组中大模型的标配。对于使用单一电机的电动产品，这种齿轮箱是一种绝佳的解决方案。毕竟不是哪个产品都可以像42100那样霸气的用2个 hub 以及7个电机解决动力问题。而对于手动控制以及不奢望提供电动动力改装方案的产品，机械组传统的离散式传动控制反而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每一个功能都有一个明确的输入端以及立竿见影的输出展现。虽然42128并没有一个复杂的齿轮箱结构，但设计师还是将核心功能尽可能的集中放置，并将传动路径控制在尽可能高效的状态。4组手动加3组气动功能集中在车身中部两侧，就跟真实的救援拖车类似。从结构上看，42128是一套成熟度非常高的产品，因为从我们查找的资料上看，它来自乐高机械组的传奇设计师 Markus Kostmann。如果不熟悉他的全名，大家也一定不对他的作品了如指掌。除去上面提到的42043、8421、42009、42100，像是8275、8110、42066、42055、42113、41999等一众传奇产品也均出自他手。可谓从手动到遥控，从飞机到汽车，就没有他无法驾驭的模型。另外打个广告，今年的旗舰42131能否接替8275的辉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另类观点。可以说，马库斯将机械组很多的元素都浓缩在这台救援拖车上。我们也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传统且玩起来让人畅快淋漓的机械组产品了。它结构上的传统，却伴随着外观上的不传统。42128的外观覆盖度非常之高，除了故意裸露的气动软管，我们很难从成品看到内部结构。甚至两侧的4个用于控制旋钮的齿轮都很好的隐藏在了背景的黑色配色中。橙蓝的颜色搭配细节的用心程度，以及前格栅的搭建方式，都让我回想起了模型小组最辉煌的卡车的样子。所以，作为好久不见的气动系统，作为好久不见的美式卡车，作为好久不见的离散式核心控制台，42128将传统的机械组又带回来了。有时候，一款打动我们的产品不一定是电动，是遥控，是尺寸，是授权，或是齿轮箱，再或是零件数。玩的快乐，也许就是一款好的积木产品所能带给我们最原始的快乐之源。气动不死，机械永存。感谢大家。